未来5年沙巴的发展，淹水跟修路，还有电，我们家都停过2次而已了。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因为建商他知道一定会停电，所以他有备用的电。这电的问题，我觉得在9月当中啊，就是因为沙拉越开始卖电给沙巴，12月4号已经输入，那沙拉越卖电，然后沙巴有一些电厂还没有建可是在建着。海岸达都一个全东南亚最大的电池厂，是储电的，它在那个 POIC 里面有一个东南亚最大的纯电的一个设施，所以安华政府这一次的2026年的budget有批了一笔钱去建沙巴东西海岸有一个输电管，是在拉闹那边的神山脚下，然后我们要建另外一条是从根宁奥到表奥，所以有这2条双重保障不过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东海岸的发电厂不够。其实太阳能一直是沙巴最重要的东西。我不是在偏当什么哈兹政府，可是我在看过去的政府里面，只有2020年他上任后，他开始推这个太阳能，然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发展潜力是跟我以前专业有关，就是中油的那个厌氧发酵，就是中油的 biomass 生物质量，然后拿去发酵，用沼气来发电，就是东海岸最大的潜力，因为有很多这种中油厂。可是问题是在是收集的部分了，在中油厂本身自己拿那个废料拿去用火烧，所以它还是可以支撑一些中油厂内部的量。可是它用沼气会更好，这个是一点啦，因为这是小型的水力发电，就是那个 像沙拉越就 micro 做的比较好。沙拉有200多条河嘛，其实每条河都可以做一个小型的，那就200多个发电厂了。大约是做水坝，所以沙巴其实做水坝也会有环境组织者吧，对。可是沙巴还有一种叫做 micro hydroelectric，就是一个条在河流的，那个是可以支撑很多乡区的发电。这种现在全球软化的现象，就是用社区型，我叫 decentralized，就是去中心化的。因为沙巴地广人稀嘛，一定是要去中心化的自己的独立电网，然后用这些太阳能这个水力发电，对，它再加上这个 biomass， 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它还是可以有支撑。那就是因为就地太广，人太稀了，所以就你很难去集中一些力量在某一个区域去做这件事情。的确是，沙巴人也有很有骨气了，我就觉得我们拒绝了燃煤发电对，是唯一一个对邦。没有沙拉越也有，当然有啊，所以沙巴的空气是最好的。我们宁愿缺电也不想要有一个燃煤发电，只是沙巴本身的燃煤存量是在马廖北新、马廖盆地，它的质量是全世界最好，蕴藏量也是全世界所以东南亚数一数二。但是说没有开发，因为开发上面的生物就没有了。曾经在阿提后期想要开发，可是沙巴人发起反对的一个声音，所以就取消。包括好像那个挖黄金的也是你看那也是同一个地方，也是马廖盆地，同一个地方，所以沙巴就是宁愿缺电也不想要破坏环境。当然环境一直很好。对啊，因为现在你在望眼全球，你都没有能看到几个能够环境保护做的那么好的地方了，真是整个全世界哦。可能我觉得沙巴最大的问题在水电和路是内部公务员内部的问题了。对，我这次去新加坡，我就是很大的感慨，就是说他们的外劳真的好厉害，为什么沙巴不可以引进一点这样子的外劳呢？只要有足够的条件就是吸引别人的薪资要够。可是你想想啊，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说新加坡的外劳，你头1年几乎是免费在做工的，因为在当地，比如说像印度孟加拉啊，或者是那边的中介，他们就把输入的外劳先给他签一个合同，基本上你头1年所有工作的这些工资都要还这个中介。如果这个人在就新加坡犯了什么事情被打回他原来的国家的时候，他会很惨。因为他欠很多钱，就是在这个社会上都无法立足，所以那些工人呢，他们就真的是很用心的去工作，而且工作效率非常高。他们其实很多都有学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真的，哇！我接触蛮多他们，对他们其实是在印度或者在孟加拉读的本地大学啦，然后他们有什么机械工程硕士，哇！或者是赶紧输入一些外劳过来修路啊！真的，我们这边太需要了。我们的路其实太过是内部的问题啊，换政府引起的内部本身也有问题。现在这个政府有没有机会？就根据你对这个事情的了解，有没有机会在这5年内把那 Pamplona 给完成？它的重点还是在于整个资金原本拨下来的资金没有掉了，所以安华不是在选举期间又再拨了一款，所以再看这一笔，就希望真的他们可以
善用真的用在人民身上啊，因为其实整个沙巴选举的诉求啊，我说也不是什么种族政治的嘛，也不是什么宗教是政治，把路给盖好啊，就大家在谈的就是那个基础基本建设，设施嘛，基础建设，我们寻求的是基础建设的正义，基一本的个是水，公路、一个是水电路、对沟渠这种对，废水处理这种，所以这基本设施的最基础的要求，包括机场、萨那根或者是斗湖的机场。其实第二，KK 机场我觉得也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你去看完新加坡的机场之后，你会觉得哇，为什么没有像新加坡这么好的一个给人购物的环境？其实很多时候是规划上，然后大家内部有一些观点的不一样。KK 机场很久以前就讲要扩建，可是扩建的权利在联邦政府。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像比如说，它哪根可不可以升格为国际机场，这个权利也在联邦政府的手上。为什么要听他们的呢？这次的选举对于联邦的情绪会那么的强烈，因为很多 license 很多的 OK or no 都在取决于联邦。我就觉得很奇怪，包括我这次这个签证，我不是跑去新加坡一趟嘛，然后我就问说以前是不用这样子的，他们说对，就是我一定要出境之后把那个出境章跟入境另外一个国家的证明发给他们，才可以启动那个 e-visa 的系统。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个做法了。然后那我被逼的一定要出境一次，就浪费我很多时间。虽然我觉得新加坡蛮好玩的，但是就是你会浪费掉你的时间，时间是最宝贵的。然后我在过那个海关的时候，不是还给他盖错章吗？然后还得回去找同一个 officer，然后那 officer 还去拜拜，然后我就还在那边等的时候，就跟他们聊说，为什么我们要跟着西马这边的政策走啊？就是沙巴原本就是应该有自己的这个移民的权利嘛。有啊，一直都对啊，有。然后海关这边也是自己沙巴 control 的，为什么要跟西马他们是同样的政策？这个就是我很不理解的地方。西马的看法是认为每一个州只能有一个国际机场，可是他没有想到沙巴沙劳越这么大，对啊，随便的沙劳越也只有一个国际机场，就是在但附近。已经升级为邦了嘛？现在还是只是口头所以，所以上所说口头上说，我之前也，如果大家关注来，我之前也是一直在吵的，就是国际机场，就是我希望，我觉得其实沙巴的出路吧，因为这是一个岛，别只人怎么来，有飞机跟船。船大家觉得不方便吧？可能除非一些菲律宾跟印尼的不方便，所以还是机场是重中之重。可是你只有亚比和古晋还有难民了，很不合理的。就是你变成萨那根很落后，没有大家不想去萨那根，大家去亚比就好。可是萨那根的机场其实空间很大，载客量很少啊，因为它直飞吉隆坡的或者直飞亚比的，很多是要转机的。如果我们直接把萨那根升格为国际机场，大家就直接飞萨那根了，而且亚比也不用扩建了，因为原本要去亚比的都是要转机去萨那根的嘛。所以这些东西，包括斗湖也是，斗湖当然现在说要扩建，可是扩建了还不是国际机场。而且我看好像在深圳直飞斗湖的也是 private 包机来的，根本都不是说真正的一个固定的航班。像沙拉越也是梅里有好几班的国际航班，新加坡。可是它还不是国际机场，这个决定权在哪里？在火箭的主席啊，火箭主席是我们的交通部部长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是一个要和不要的。如果换掉的话，会不会好一点呢？只是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说，如果你再不开的话，就零票啊。对，我觉得这一定有一定的压力。当然，他们也在改变嘛，他们这个月才半个月都不到，就有很多改变。这次应该给他们看到，就是说人民的这个声音怒气，对啊，人民的怒气。的确啦，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沙巴人民或者沙拉越人民对本身不了解，很多不了解。因为我们念的历史书、教科书的地理书都是整个马来西亚。我看过我孩子的历史书，4年级的，然后我就觉得教的很奇怪，我只能说是很奇怪，就华小的书了，然后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教的。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我写这本书，因为我在小学读的、中学读的，跟我经历在这里是很大的差距的。他的那个历史背景在这里不一样的。对，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稍微了解一点点沙巴的历史的话，你看那个小学的历史书，你会觉得说写的怪怪的。所以像我自己也有参与读中，就是UEC 的课纲的编辑。透过姐姐的关系，姐姐是读中老师，所以我就进去课纲这些读中的课纲，所以初一的课纲、初二、初三的，他们给我看的那个课纲，我在里面挑了很多毛病，很多错误，就是很多资料的错误，我请他们改。
还有历史哦，课本，还有地理课本的，我也挑了很多错误出来。然后过后，初中一的历史课本，我们在几年后会有一个原住民的章节，哦，太我们好了，会讲嗯，专门一个章节在讲全马来西亚原住民，半岛有半岛，西马有西马原住民。这西马原住民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任何一本历史课本，沙巴的历史课本，不止全马来西亚都没有，就从马来西亚成立到现在都没有出一点都现没有，过啊。对，所以在英殖民时期有，后来马来西亚成立过就没有了。2018年之后开始，沙巴的历史比重变多，因为换了政府，对比重开始变多，半岛原住民就到现在还是没有。所以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是写那边的，所以我们前几天还开了会审这个内容这样子，然后我们看怎么样可以让13岁的孩子很简单的可以理解到原住民为什么要认识他们。我做的事情真是蛮有意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哈，为什么沙巴到现在就是几十年都没有发展？我觉得是很大程度上有很多年的历史被抹掉了。因为像雅比是阳光普照率很高的地方，它最适合发展太阳能。我们地理课本里面讲到煤矿采集的时候，它完全没有提到那个马廖盆地的那个对呀、煤炭这个都是的存量。你说了我才说哦，原来有这个东西的哈。然后我们在谈高中我们有一本之后会推出一个叫公民教育，是读中课纲里面，所以真的大家去念读中，它比较全面。我们的教纲是没有偏那么马来人，没有偏那么多伊斯兰教，没有那么偏西马的，它是比较平衡的。公民教育里面会谈什么是人权，什么是民主，怎样看待性别议题，都是很当代回应当代。另外一本课也在讲的是环境跟自然教育，所以小孩子会去到公园里面学习怎样绘画昆虫、绘画树木，然后还有会讲到认识马来西亚自然马来西亚的森林体系沼泽地是怎样的，海洋里面就谈到环境的抗争运动。谈到环境抗争运动的时候，哇，出现了又是关于西马一大串。所以我就进去里面不行，一定要加全部东马，改完至少有就是2个，要改的这个教科书是东马的，就是崇正的教科书吗？还是全马来西亚，全马来西亚？因为它课纲是全马用的嘛，哦，所以这边西马的学生也会更了解东马一些事情啊。对，真的，因为很多西马人他们就借口说，因为机票贵嘛，出国好像去泰国、去越南还要比来东马要便宜，所以他们就不来嘛。对这他有 件事情 YouTube 一堆啊，看你的 YouTube，看我的 YouTube 就好了。不行的，不够的，因为至少要过来消费一下嘛，给这边经济做点贡献啊。要知道，是啦，也是。沙巴都给西马那边贡献多少年了？50年啊！其实我觉得用你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谈是很好，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们本地人、东马人在谈，就是他就觉得有偏见嘛。可是你作为一个有一点中立的身份，你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作为你这样子看，其实就是很中立。我只能说是在全球来讲啊，除了非洲的某一些比较穷困的国家，我没有看到一个地方是被它的一个联邦可以这么不公平的对待。50年的时间，而且是95%的石油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这个是我觉得我不能够理解的。为什么不留一点点资源回来给沙巴跟沙劳越来做发展？现在西马已经建得那么好了，他们不是说先把钱集中发展西马，然后现在西马已经建立的像吉隆坡已经非常的发达了，是不是这个时候资源就要相对应的要主攻东马？这个也是马哈迪执政的时候的论调，就是说先集中发展西马。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政治意愿的问题了，真的是。你觉得未来的话，是不是东升西降这个呃，趋势？这个时间历史上的偶然性，过去的情况是讲沙巴的声音很强的时候，沙拉越很弱；沙拉越很强的时候，沙巴很弱。有意为之啊，就是中央有意，就是你一个强，就是他就要让你一个弱，他不想让你同时间强。中间强的话，就会形成所谓的婆罗洲集团啊，婆罗洲 block，才会争取到更多权益。可是我觉得这个选举过后，的确大家都投本土政党，不过那个 blocks 的确是更成功、更稳固，所以两边的声音同时间去，我们不是争取多啦，我们争取原本已经答应过的事情。我记得你在你的其中一个视频里面讲过啊，就是这个40%的税的问题啊，就现在争取的大家还是40%的税嘛，但是其实应该争取的是什么呢？那时候沙巴谈判要求的是100%的财务自主，沙巴自己收自己的税，自己发展自己的东西，所以40%净收入是一个经过妥协后的一个结果，是沙巴已经退了一步了，所以现在连这个退了一步的东西都没有，所以这个是很可怜的、很可惜的事情。然后这个东西跟发展拨款根本就在那时候谈判的时候根本就是两码事。那时候联邦答应的是另外一笔很高数额的发展拨款。
跟这4%的净收入没有关系。西马也求，那时候联邦也求沙巴，因为那时候沙巴说我财务自主，当然钱我们自己收自己用嘛，所以我们自己的教育啊、卫生啊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有国防跟外交我们交由给联邦。西马说不能，你这样子做不好，你们把那个教育跟卫生给我们做吧，我们会尽这个责任，保证你们的教育跟卫生。他们有尽到责任吗？就是没有嘛。所以那时候也是联邦政府求沙巴说，你不要拿这个东西，你给我。他的理由是，如果沙巴政府负责这一块，沙巴人会对马来西亚人这个身份没有感觉，因为大部分的这些责任都是沙巴政府在做，所以西马政府是求回来的。他现在在argue 的是，你有这40% 哦，那你们发展拨款减少咯？没有哦，当时候是妥协出来的东西，你答应还要给我们发展拨款的。他说这40% 给了你们后，可能你们要负责更多的权利，比如说教育、卫生。没有，那时候是你求回来让你们负责的哦。所以很多这种历史大家不了解，然后就被糊弄。那以前是西马求东马，然后现在东马求西马，就好惨哦。对对。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大概几岁呢？刚刚才知道而已。你刚刚我上个月嘛，因为我那时候我在做我的博士，就是我的博士期末考报告。所以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图书馆有一个叫 Singapore Malaysian Collection， 里面很多沙巴的书，它的藏书量比沙巴的来得多。哇！所以我在里面翻资料，原本在翻 A 的资料啦，然后翻到 B 的资料，那我就在看，这个资料可以变成我的内容，我才去认真去读。原来是那时候谈判的细节是这样子。那你觉得啦，按照他谈判的这个内容来讲的话，现在沙巴应该争取什么呢？就是这个是40%的净收入，然后这个发展拨款，其实很少人谈的。发展拨款，马来亚和新加坡要负责$1000万吗？每年$1000万，那答应$1000万啊！那时候1000万跟现在也不太一样。对啊，你要看那个我没有去算的，因为我数学没有很好。那可以你交给 AI 算，给他算就好了。对，那个大陆价跟领海权。整个大陆棚的那个，因为大陆棚决定了上面的采矿。包括石油的采矿，所以现在沙巴有的只是那几个海里的。如果争取到更多原本属于我们的，它都是原本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要说从5%变20%了，单单是5%已经够多了。因为那个海里是多么的大，200海里，现在只是5海里。所以就说，如果是200海里的话，那是不是沙巴很有钱？就是几百亿这样子的进账。对。你说12月5号的时候是有一个，现在还不确定啊，因为那个日期一直在变。又被 delay 了，因为有被干预。有被干预，所以可是我觉得这一个是很多沙巴人要了解的。包括当然很多投资者要了解的。对，因为其实在宪法在判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是违反宪法，所以联邦很有可能会输掉的。那已经有官司在打了吗？就是原本12月4号要出来的这个，他就是有人干预之后就往后推。日期一直在变了好几次。不过其实这个东西目前发生的政党组织也不够多。不是有一块区域就是印尼跟沙巴旁边菲律宾，就是有一块，而且那里面的石油储备量是非常的丰富的，但现在没有人可以去动，对吗？很不一样的那个石油区。刚刚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也提到这个东西。对啊，这个东西到底马来西亚联邦政府跟印尼谈了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在谈的过程里面并没有把沙巴政府拉进去，他没有宽照沙巴政府。他的表面说只是说沙巴有代表，可是当那些政党的人士去问的时候，他们就说到底是谁啊？给不出一个名单。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很黑箱作业。很多沙巴人要去理解的一个点，在石油产气嘛，石油气的那个开采税从5%到20%，大陆价和领海权的范围，还有这个40%的净收入，还有这个1/3国会议席，这些都是动到很根基的，根基是基本上是改写整个马来西亚的权力架构，还有游戏规则。怎么样东马才能稍微就是不要那么憋屈呢？我觉得现在大家找到一个途径就是非政府组织嘛，因为之前大家都是靠政府协商、谈判、妥协。沙巴律师工会它不完全是非政府组织，它是一个 statutory board， 沙巴政府底下的一个组织，它不是政党背景，
就是非政治的角度来去争取的时候，很像可以行得通这方法。所以另外一个组织，那个林凯旋跟大陆家，他叫沙巴尔 SABAR， 他在争取，所以他还控诉。沙巴现在有3个案件嘛，第一个是事实性收入，大陆家林凯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宪法的诠释用英文还是用马来文，就是他们大家希望还是可以保留弹性，不要只是变成马来文而已。所以这个都是决定尤其是沙拉越和沙巴的一个部分，因为后面那2个都是跟沙拉越有关。然后现在油气的开采权这个东西是沙拉越政府在谈，其实是有点不保险，因为政党很容易妥协，对，所以用非政府组织用司法途径去争取是更保险。其实很多人有人说，因为马来西亚协定是跟英国签订，所以英国也是利益关系重要要害者，所以在英国上边可不可以有一种国际的方式来去解决，因为在国内解决不了，就要需要国际，所以这个是很漫长的司法过程。然后沙巴律师工会里面的律师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他们研究了10年，他们都是无偿的花这个时间在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很佩服。我们现在是在 Wine O'Clock 的2楼的小的 VIP room， 这边非常适合做拍摄，大家有空一定要过来这边吃牛排。那今天感谢吴家汉过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还有大家记得见到《谁是沙巴之子》这本书呢，一定要去买，因为是吴家汉花了10年的时间，跑了各大图书馆，包括新加坡图书馆、香港图书馆，就是你能找到资料的所有的地方你都跑过了，尽量找。然后还有做田野，做了1年的田野调查，去到乡村里面去做访问啊，去参与观察，可以在 Shopee、Lazada 购买。YouTube 的话下面有个链接哈，记得点进去买就好了。谢谢。还有就是关注一下莎莎作响。